大家好，欢迎来到 DV 分享，我是 Alden。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去搭建 LivePOS 的服务端，以及它常用的一些客户端的使用。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上期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先去看一下。因为上次我没有找到安卓设备，所以本期视频我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如何去在安卓设备上面连接 LivePOS， 以及 OpenWRT、VToLN 客户端的一个使用。最后我会和大家介绍 Kadis 如何配置多用户、日志输出和访问控制。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客户端。先连接一下 VPS 服务器，检查一下 Kadis 这个运行状态，可以看到 Kadis 是正常运行的。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可以看到用户名和密码和上期视频是一样的，还是 admin 和 admin。监听端口也是443。我这边连接到另外一台 Windows 虚拟机给大家演示。OK， 这边需要用到这个安装包，我已经准备好了。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VToLN 去使用这个 LivePOS。第一个包是这个 VToLN 的这个安装包，第二个包就是 LivePOS 的这个 Windows 的这个客户端。首先把这两个安装包都解压一下。这两个安装包的一个下载地址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解压完成后，打开这个 LivePOS 的这个客户端的目录，把这个配置文件还有这个 LivePOS 这个可执行文件移动到这个 VToLN 的这个根目录下面，直接覆盖。接下来修改一下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就是 LivePOS 官方提供的这个客户端的这个配置文件，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修改就可以了。我这边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admin， 填一下域名。端口的话我这边不修改，是1080，填完之后可以关闭，然后打开 VToLN。右击添加一个自定义配置服务器，别名可以随便填一个。然后这里的地址的话就是浏览，然后找到我们刚才编辑好这个配置文件。成功导入后，这里的端口可以填刚才我们这个配置文件，填这个1080。然后 code 类型的话就选 LivePOS， 填完之后保存就可以。启动服务器后，然后选择一下这个自动配置系统代理，然后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这边的控制台也正常输出它的日志。那这个VToLN 使用这个 LivePOS 的话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OpenWRT 这个使用。首先我先进入到我这边的一个 OpenWRT 这个后台，然后点开这个服务，点开这个 password。 其实LivePOS 官方它提供了这个 OpenWRT 这个客户端的一个包，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使用 password 去使用，因为这样的话就更加简单。选择这个节点列表，添加一个节点，这里备注一样是随便填一个就可以。然后的话类型的话就是 LivePOS， 其他的一些选项其实跟
NiPods 客户端配置是一样的。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填写，填完之后保存和应用，然后回到首页选择一下刚才添加这个代理节点，选完之后直接保存和应用，可以点一下上面这个连接检查，如果它正常响应的话，就会返回一个延时的一个结果。我们还是打开一下浏览器去测试一下，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那 OpenBud RT 通过这个 password 来连接 NiPods 的话，给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安卓客户端是如何使用的。首先先和大家介绍一下需要用到这个软件。打开 GitHub， 搜 SageNet，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两个库，第一个库的话就是 SageNet 它官方的一个库，第二库就是一个 Musely 的话就是for 了这个 SageNet 去做了一些优化和调整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一个就可以了。其实它两个软件的话用起来是差不多。今天的话我就用这个 Musely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点这个下载，点这个 Release 吧。这里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个安卓设备自己下载对应的这个 APK。下载完这个程序之后，还需要下载一个 NiPods 这个插件。它的插件的话，其实是下载这个SageNet 上面提供的一个插件。再次搜索 SageNet， 然后点击它的 Release， 然后找到这个 NiPods 这个插件，然后下载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的一个手机这个设备的一个架构去下载对应的这个 APK。然后我现在先连接一下我这个安卓设备。然后我已经提前把这两个需要用到这个安装包给下载到我的手机上面了。首先先安装一下这个 Musely 这个主程序。然后接下来安装这个 NiPods 这个插件。安装完成后，还需要给这个刚才安装这个插件给配置权限。不同手机的一个配置方式不一样。如果你是华为手机的话，需要在那个手机管家上面去配置。因为我这边是小米手机，我直接在我这个更多应用这里可以搜索到。点开这个插件，把需要用到一些权限，像自启动、允许其他应用换景之类的权限都通通给授权了，不然的话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授权完之后，我们打开这个Musely 这个主程序，
然后可以先把一些简单的配置先配置一下，点开这个设置，把应用流量统计给打开了，绕过局域网地址也可以打开一下。其他的话，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配置就好。然后配置完之后，点击首页这个右上方这个加号，手动输入，选择 NiPosit。这里的填写内容的话，就跟其他客户端的一个使用是一样的，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填写。填完之后保存，回到首页之后选中这个节点，然后就可以直接点开这个开关测试了。连接上之后可以点击一下下面这个测试连接，显示连接成功。那我们还是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是可以正常访问的。这边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流量的这个上下行。然后安卓设备的一个使用的话，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Caddy 的一个基本的一些配置使用。先连接到我们的这个 VPS 服务器。去到这个配置的这个路径，首先和大家讲一下这个Caddy 的一个多用户的一个配置。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其实多用户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forward post 这一段配置给复制多份就可以了，然后修改一下它的用户名和密码。这里我新增一个 test 用户，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使用多个用户去连接这个 NiPosit。我们保存一下，可以简单的验证一下这个配置是否是正确的。可以看到已经是验证成功，然后格式化一下。最后重启一下 Caddy， 再看一下这个运行状态，没问题。然后我们打开一下这个OpenWRT 去校验一下这个用户是不是已经生效了。编辑一下我们刚才添加这个节点，把这个 admin 这个用户改为 test， 密码也是，然后保存应用，然后再次打开浏览器，我们可以看到也一样可以正常去访问了。多用户的配置就这样子，很简单。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Caddy 的一个日志配置。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看一下它的一个日志的一些访问情况。首先可以打开它 Cat 的一个官网去看一下它日志是什么配置的，点开这个文档，找到下面有个Catify 下面有个指令，点开这个指令，找到这个日志的一个指令。然后我这边的话，用我常用的一个模板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它一个日志的一个配置。首先日志的话，它需要一个日志标签包起来，然后它主要有3个比较重要的属性，第一个就是 output， 第二个的话就是 format， 第3个的话就是这个日志级别，这3个是比较重要的。我就根据我这个日志的模板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它每一个配置项的一个作用。首先它里面的 output 的话就是日志输出的一个路径。 output 的话它有几种输出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输出到这个控制台的一个错误，就是把错误日志给输出到控制台。第二种的话就把一些常用的一些标准日志给输出到控制台。第3种的话就是丢弃了，就是不需要日志这种方式。第4种的话就是有一个 file，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去讲解的。file 的话就是把日志输出到这个文件下面去，然后这里output 的话后面接一个file 指令，然后后面接着跟着就是一个你要输出这个日志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去。然后output 下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属性，这里的load file 的话就是这个日志切割达到多少，这个日志文件达到多少兆 B 的话就是要切割。这里的话我就是10兆 B 的话就是把日志文件给切割。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这个日志文件要保存多少份，就是你如果日志文件切割了多少份超过这个数量的话，会把一些比较旧的日志给自动删除了。第3个参数的话就是表示这个转存这个文件最大的一个保存时间，就是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的话，这个旧的一些日志的话就会被删除。然后 output 属性的话，最重要的话就这几个属性，其他的话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它官方的一个文档。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format 的这个属性，这个属性也是比较重要的。format 的话它主要有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话就 format console 的话就是把这个日志输出到控制台下面，就是以一种比较容易去看懂的那种格式给输出到控制台下面。然后第二种 format JSON 的话就是把所有的日志给格式化成一个 JSON 对象输出到日志文件或是控制台下面。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filter 其实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类型，它里面有个wrap 的一个属性， wrap 属性的话其实就包装了一个 JSON 或者是这个console 的一个指令。然后它下面还多了一个 fields， 就是这个 fields 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些日志文件的一些整理，像我需要把某个属性给删掉，或者是替换，或者是做其他一些重命名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操作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文档。我这边的一个模板的话就是演示了去把一些没有用的一些日志输出信息给删掉，就避免这个日志文件过大的一种情况。然后下面演示一下就是通过这个 replace 指令去替换这个日志的一些信息。我这边的话就固定把这个 remote IP 给替换为这个 0.0.0.0。 然后下面还有个属性就是这个level 的话就是日志的一个级别了，我这边的话就是 enforce。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JSON 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参数，这个 format 的主要一些参数。上面这几个参数的话就是修改这个输出日志到这个日志文件下面的时候，这个 key 应该是用什么命名，其实就是改一下那个 key 的一个命名。我这边的话就是演示了把这个 type key 给改为 time， 因为它 type key 的话这里是默认是 ts 的，
我这边的话就改为 type。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属性的话就是 type format。type format 的话就是你输出这个日期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格式，默认的话它是输出一个时间戳的。我这里的话使用它这个 Word 这种样式去输出这个日志格式，就比较容易看懂。第三个参数的话就是一个 type local 了。type local 的话就是用系统的一个时间去输出这个日志时间。如果不指定这个参数的话，它默认的话就是就使用这个 UTC 这个 time 去输出到这个日志里面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指定一下这个 time local， 就是使用本机的一个时间去输出。大致的一个日志一个介绍参数的介绍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把这个模板给拷贝一下，然后配置一下，编辑 Catify， 然后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格式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去引入这个日志的配置。正常来说，大家可以直接在下面这个连接这个标签里面去添加就可以了。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日志文件的话就比较乱，比较不容易看懂。先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吧，也是可以的。先校验一下，可以看到已经验证成功。格式化一下。然后重启一下 Kit 服务，去到我们刚才保存日志这个路径下面去查看一下，可能要先请求一下网络，不然的话是不会输出日志的。看一下是不是有输错的地方。已经出来了，刚才可能就是请求没有立即响应。去监听一下这个日志文件。可以看到已经有日志输出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志的一个格式。我们刚才把这个 remote IP 给替换了，然后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没用的属性给删除了，然后的话日志的话就总体的话就显示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 level， 还有一个 time 也是格式化之后的。然后 level time 还有这个 Roger。还有这个 MSG 这个消息，这几个参数是不可以去删除的，大家去用的时候要记住。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header 的话，它这里有个 post 这个我刚才 JSON 这个授权，就是正常来说这里应该是要输出这个就是使用这个代理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的一些加密性这个base64位的一个信息了。但它这里没有显示，因为需要去配置起另外一个参数。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我们还是找到这个文档，找到这个全局配置这个选项，这里面 Global Option 点开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属性。这里面有个 server 里面有个loss 这个Sendantino 那个参数，这个参数的作用就是要把一些授权的信息给输出到日志文件里面去，默认它是没有值的，所以要指定一下这个参数，回到这个配置文件，在全局参数这里添加一个 service。把刚才这个参数给加上去，然后保存一下，同样去验证一下，
验证通过，然后重启一下 Caddy 服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日志。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它这个认证授权已经多了一个base64位的一些加密信息，这个信息的话就是你这个当前请求这个用户名和还有一些密码的信息。因为它是base64位加密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拿去解密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解码的结果就是前面就是这个用户名，后面就是这个密码。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这样去配置。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另外一种配置的方式。因为 Caddy 的话它是支持两种配置方式的，一种的话就是使用这个 Caddyfile 去配置，另外一种的话就使用这个 JSON 的一个格式去配置。它官方其实是推荐这个 Caddyfile 去配置的，因为它这个格式的话就比较简单，就是内容比较少。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它就是提供另外一种使用 JSON 这个配置那种格式去使用的，就像这样子。看到的话就是内容比较多，就是使用的话其实是一样，就看个人的一个喜欢。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把这个 Caddyfile 这个配置文件给转化为一个JSON 格式。首先我先把这个配置文件给格式化一下。然后点一个-H 去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指令的一个文档，它里面提供了一个参数叫 adapt， 就是一个适配的意思，可以把这个一个来 post 这个 Caddyfile 这个文件给转化成一个 JSON 的格式。大家可以看到，使用这个指令指定这个 Caddyfile 的话，它会输出一个就是转换之后的一个JSON 配置文件。大家可以用这个 JSON 配置文件去启动 Caddy 也是一样的，就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吧。我个人的话，简单的话可以用 Caddyfile， 如果是想配置一些比较高级的功能的话，可以用 JSON 这种配置文件的格式。然后这边的话可以输出到一个文件里面去，我这边的话就使用 JQ 去把这个 JSON 给格式化，然后输出到 Caddy 点 JSON 里面，然后查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已经导出了。然后我们用这个 Caddyfile 还有用这个 Caddy 点 JSON 的话去启动，结果是一样的，所以的话就跟大家看喜好去使用吧。我这边就不演示它启动一个效果，其实是一样的，把它删了吧。OK， 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今天还有最后一个内容要跟大家去介绍，就是一个Caddy 一个访问控制。因为 Caddy 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使用 Caddy 的话，大部分都是连接代理嘛，那也有可能是要挂一些其他自己一些服务。那像我们挂代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可能去把这个国外的一些用户给屏蔽了。那的话就是需要用到它其他一些插件去做一些访问控制。像我日常使用的话，我会把国外就中国以外的一些 IP 给屏蔽了。因为我只会在我国内去使用，国外的话我就禁止它访问。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用到它里面Caddy 去打包另外一个插件。我们可以打开它官网，找到这个模块的一个目录，看一下。找到下面这个 models， 这个 model 的话就是不是这个 model，
应该还有一个地方呢。上面这个 models， 点开这 models 的话，这里 models 的话有2种 models， 第一种的话就是标准的，第二种的话就是非标准的。标准的意思是caddy 打包之后，它默认官方会把这个模块给打包进去。非标准的话就是官方的一个 caddy 包是不会把这个模块给打包进去的，需要我们手动通过 Xcaddy 去把这个插件给打包进去。上期视频我也跟大家讲过，如何这个caddy 一个通过这个 Xcaddy 去打包这个caddy 服务器。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搜索一个组件，搜一下 MixMind， 我们找到下面这个组件，这个组件就可以去做一些国家的或者是城市的一些 IP 的一些限制，就是访问限制，但是它是一个非标准的一个组件，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Xcaddy 重新去打包一下我们的一个 caddy。回到我们的这个 VPS 服务器，然后上期视频我也跟大家去介绍过这个 Xcaddy 是如何打包的，然后我还是回到这个NiPods 的官网去把那个打包的命令拷贝下来，就这条build 命令。重新去整理一下，前面这一部分就是把这个NiPods 的一个插件给打包进去，然后我们可以后面跟一下再接一个杠位参数去再打包另外一个插件，然后找到刚才这个插件点进去，点开它这里有个一些介绍的，然后点开它的一个官网。它这里其实已经把这个 build 命令给放到这里面来了。我们打开它官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下面的话我就直接把后面这个杠杠位这一部分拷贝下来，放到后面这里面。然后这就是我们需要重新构建的一个命令了，其实是增加一个插件而已。回到我们的 VPS 服务器，把这条命令输入进去，执行一下。它会重新去构建一个新的一个caddy 的一个服务器，然后这里执行完成，查看一下，这里的话就是多了一个 caddy 这个可执行文件。这个就是带有这个新的一个插件的一个执行文件，我们把它覆盖到我们当前服务器的这个 caddy 上面，覆盖它，直接覆盖。然后的话，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器的一个 caddy 的话，就是已经带有这个MixMind 这个插件了。我们可以使用 caddy 命令。它带有一个list model 这个子命令去看一下它打包之后这个caddy 带有哪些组件 models， 这里列出来的话就是这个 caddy 里面有哪些插件，有哪些模块，我们可以加上一个过滤看一下。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 caddy 已经把这个MixMind 的这个插件给打包进去了。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官网，看一下这个插件的一个使用。首先我们要使用它的话，我们需要先去下载这个 MixMind 这个程式的一个文件。首先我们要在这个 MixMind 上面去下载这个地理位置信息的一个文件。这个网站现在是要注册才能下载的，所以大家需要去注册一下。我这边之前已经注册过了。
然后点开这个下面这个 download file。download file 的话，它下面这里有几个文件，这里我们主要是需要用到2个文件。第一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GeoEarth 这个 country， 就是里面就带有一些国家的一些信息，就是去过滤这个访问的 IP 的。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这个 city 的话就是带有城市的一些信息的，这个文件的话就比较大一点，因为它可以过滤到城市的。然后这个的话只能过滤国家。然后一般的话，我这边的话就直接下载这个 city 去用就可以了，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我之前在我的这个服务器上面已经下载过了，所以我这边就不去重复下载了。在这里面，在这个data 下面，然后把这个文件下载好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它的一个官网去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首先它需要指定一个指令，然后把一些这个应该是固定的，然后指定这个数据库的一个路径。然后它有几种指令，第一种的话就是 allow countries， 就是允许哪些国家去访问，这里后面跟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缩写的一个列表。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的话，这里后面它就是在需要哪个一个端点下面去直接把这个自己命名这个filter 去引用下面就可以做一个过滤了。然后它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属性，像禁止哪些国家访问的。然后这个是一样可以禁止哪些国家，或是允许哪些国家这样子。然后这里有个禁止哪些城市访问的，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些允许哪些城市访问的。下面有个什么define metro， 这个应该是一些地铁一些编号，这里的话我们用不到。还有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UNK 的话就是当我们帮它这个数据库识别不到这个 IP 的时候，它默认的一种情况是去做什么。像它这里指定 UNK 的意思是，当我这个 IP 无法识别它是哪一个国家，它默认的话就是把它禁用了，就是拒绝了，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它官网是怎么介绍这个东西的。然后我现在就直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编辑这个 Catify， 然后随便在一个地方插入一个一个指令，命名的话可以大家根据自己习惯去添加，我这里就叫GeoFilter 吧。然后的话加上这个 maximize， 指定这个 DB 的一个路径。我这边是放到这个 data 下面的。指定完成之后就可以做一些过滤了。像我这边就是只允许中国的访问，就是中国 IP 访问的话，就添加一个 allow CN，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服务的话就只能中国访问了。然后把这个指令添加到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地方。像我们在for post 的话，这里要用到，我们就要在这样子去增加这个指令。添加完成可以保存验证一下。这里验证通过，然后再格式化一下。因为我这里是允许这个中国大陆这个 IP 访问，所以说这里的话我就比较难测这个效果。然后我把这个改一下，我这边的话就是禁止这个中国去访问，就是国外才能访问这样子。这里把它改为 deny。
然后重启一下这个 VPS 服务器。这样的话，现在正常情况我是在国内我是没办法访问这个 Caddy 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节点已经连不上了，已经无法访问了。然后我们把它改回来。然后再测试一下，现在就可以访问了。所以说其实它已经生效了。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再做一些比较细的一些设置，像允许哪些城市访问也是可以的。我找一下这个参数，你看像它这个的话就是允许哪些城市去访问，我可以把它加上这里，然后指定北京，那就只能在中国北京上面去才能访问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指定就可以了。今天的一个大致内容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个东西还没跟大家讲了，刚才漏了，就是这个日志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挪到上面，用这个import 指令去引入，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这里就不会比较乱了。跟大家简单去演示一下吧。先把这个日志文件，日志一个配置文件挪到配置文件的一个上方。然后我们需要用一个指令给把它包起来，这里有自己定一个名字，我这边的话就是用 log 这个名字去命名，然后把它包起来。这里再加一个标签，结束标签，然后保存一下。验证一下这个配置文件，验证通过，然后再格式化一下。然后我们现在配置文件已经挪到上面去了，但是这里还没有把它删掉，这里要把它删掉。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这个配置给引入进来，使用 import 指令，然后直接把刚才我们命名这个模块给那个名字给打进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可以看到也是一样能正常运行的。看一下这个日志，一样可以正常输出了。日期也格式化了。OK， 今天的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大致就这样子。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看到的话我会给大家去回复。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我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麻烦大家点赞，然后关注一下。好，谢谢大家。